和深情男二成亲第7年，女主回来了。她和男主闹了别扭，淋雨站在我家门前。孟家哥哥，我无处可去了。我那个向来温吞沉稳的夫君孟鹤书发了火，我去找他算账，连我7岁的儿子孟博都挥着拳头。仙女姐姐不哭，我长大了娶你。他们争先恐后逗他开心时，我一买江鲜，被突如其来的大雨困在渔船上。那船夫正扯着嗓门朝着岸边揽客。去青州的还有吗？我低头看了看篮子，刚刚买了3尾刀鱼，还剩1两碎银。我将1两银子递给船夫，问道：1两银子够做到哪里呀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1两银子，到青州还有的剩呢。船夫笑问：娘子要去青州？我点点头。那船夫看我有几分狐疑。我一身家常衣服，没有一件行李，甚至手上挎着的篮子里装的也是刚刚才跟他买的3尾刀鱼。娘子要家去收拾行李，还是等家人一起走？我想了想，笑着摇摇头，不了，就我一个。船夫虽然觉得稀奇，拿到银子也就不问了。船开了，江上雾蒙蒙的，像孟鹤书书房里挂的画。听船夫说到青州要2日的水程。我掂了掂口袋里半吊钱，又摸了摸髻边的斗玉簪子，才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草率了。本来今早孟鹤书还和我说想吃我做的双皮刀鱼，出门时我儿孟博也反复叮嘱我，仙女姐姐昨晚说想吃鱼，阿娘你要买4条回来，爹爹1条，仙女姐姐1条，板儿1条，你1条。要我说啊，都怪这船夫，怎么偏偏就剩3条？4个人不知道怎么分，我才为难得想逃。正想着，肚子饿了，我没带干粮，又花了15文，跟船上厨子借了小炉子，买了块小豆腐。我也想俭省些花，可没有豆腐，这鱼也太可怜了。剖腹刮鳞，煎得微黄，再加滚水，一锅奶白鲜香的汤在炉上小声咕嘟，引得外头船客们吸了吸鼻子，不住张望。咦，好香的汤！千滚豆腐万滚鱼，这汤越滚越鲜。我夹到第3块豆腐时，那船夫忍不住吞了口水。娘子好手艺，这汤怎么白得像牛乳？我分了他1碗，那船夫喜出望外。我看他用饼擦了碗底，碗干净的都好像不用洗，心里有几分自得。可惜没有盐绥，否则还要鲜呢。船夫吃了汤，便与我熟络起来。我知道他叫春生，他知道我姓乔。娘子和夫君吵嘴了，赌气要回娘家？没有，孟鹤书性子温煦，我们成婚7年，从未吵过架，在旁人眼里也算得上恩爱。不是赌气，是和离。春生按捺不住好奇，咋离了呀？为钱还是为人？把我问住了。为什么呢？好像不为钱也不为人。为半月前孟鹤书给他撑了一把伞，为昨晚板儿送他的1只素银钗，还是为今日让我为难的3尾鱼？好像都不是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1碗面。我捧着鱼汤，笃定地点点头。那碗面咸了，让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意思。就因为1碗面？对，就因为1碗长寿面。半月前，我家门前来了位姑娘，这姑娘在细雨中哭着叩门，如一朵雨打过的梨花。孟家哥哥，玉遮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孟鹤书不在家，在医馆为人看诊。他是很负责的大夫，若是看上了病，不会轻易丢开手，有时连我送去的饭都会忘记吃。更何况是我生病，咳了3日也不见好。我手上扎着银针，就有病人挤眉弄眼地笑他。有孟神医，娘子也会生病呀。孟鹤书就苦笑一下。我娘子贪玩，昨日陪板放纸鸢受了寒，外头板风风火火跑进来，抱住了孟鹤书的腿。爹爹，门口来了个好漂亮的仙女姐姐找你。她说她叫玉遮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孟鹤书怔愣，银针险些扎了自己的手。板火急火燎地拉着他，父子俩跌跌撞撞地奔出医馆，留我一人，满手银针，尴尬的去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不到1盏茶的功夫，孟鹤书又抱着伞匆匆跑回来。不是想到了我手上还插着银针，是发现家门钥匙还在我这。对不起阿乔，我一时情急。
他一时情急，却还没忘记拿一把伞为他挡雨。对玉遮姑娘好，已经成了我夫君的习惯，给孟哥哥添麻烦了。玉遮低头擦了一下眼角，我和陆郎吵架了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能去哪。几天前和夫君吵了架，玉遮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还好来了我这里，你怎么连自己有了身孕都不知道？一贯温声细语的孟鹤书第一次连语气都重了。你是有身子的人，我去找他陆宴理论。宝儿兴奋地凑在玉遮身边，一口一个仙女姐姐地喊她。仙女姐姐，你的衣服好漂亮，身上也好香。玉遮摸了摸宝儿的头，又惊喜地看了看孟鹤书。呀，一模一样，有2个孟家哥哥了。得了夸奖，宝儿更开心。那等我长大了，就娶仙女姐姐当娘子。玉遮被他逗笑了，忍不住瞧了孟鹤书一眼。果然是你儿子，连眼光都像你。玉遮笑着，孟鹤书牵动心上就痛，便装作无意走到外头，同我嘱咐：玉遮有身孕，饮食需要清淡，肉也以鱼虾为上，你做饭时不要放黄酒。我其实不太高兴，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让我不高兴。那他要住多久？医者仁心，他大着肚子，你怎么能把他往外赶？我瘪了瘪嘴，心想我又不是大夫。见我不开心，孟鹤书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我的头，温声道：你先去烧饭，明日我去陆府同陆宴理论，好不好？怕我还不高兴，孟鹤书又说：半月后是你生辰，咱们一家3口好好过，宝儿可准备了惊喜给你。一窗之隔，我瞧了一眼虎头虎脑的宝儿，忍不住笑。那是宝儿的压岁钱，说要将来娶媳妇用的，你也骗来了？什么叫骗？孝敬阿娘，天经地义，你可别问是什么，我答应了保密的。我抿嘴一笑，压住心头的甜蜜。我才不问呢，因为我早就看到啦。宝儿鬼鬼祟祟藏在枕头下的银簪。陆宴不在府上，陆家人说他奉诏入京，京城路远，不知圣上要他做什么，最少也要等上半个月。阿乔，再等半个月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玉遮姑娘，明明喊我阿乔姐姐时，她笑得那么甜。明明我最喜欢听人夸我厨艺，可她的夸奖却让我不开心。阿乔姐姐烧饭真的很好吃，难怪能牢牢抓住孟家哥哥的心。可是除了我，孟鹤书和宝儿都很喜欢她。平时最听我话的宝儿，第一次将眼前饭碗推开，饭洒了，汤水沿着桌边滴滴答答。我吃不下，我想跟姐姐上街买糕吃，见不得她浪费粮食，我训斥了2句。宝儿伸手擦眼泪，还没认错，玉遮就走过来打圆场。阿乔姐姐，小孩子是馋嘴的时候，不能总吃正儿八经的饭。宝儿擦着眼泪，恨恨地看了我一眼。为什么我娘是你？为什么我娘不是仙女姐姐？宝儿这一句话让门外的孟鹤书也怔住了，他黯然垂下眼。我的心像被谁生生挖走了一块。当初怀博的时候很辛苦，胎位不正，我痛了1天1夜生才下来。每次宝儿淘气，孟鹤书就和他说：你娘生你有多辛苦。宝儿就慌忙用他的手捂住孟鹤书的嘴，又指指自己心口：弟弟你不要说了，阿娘痛，宝儿这里也痛痛呀。第2日是我生辰，我烧了一桌孟鹤书爱吃的菜，又去买了宝儿想吃的糕。等到天黑，厨房的菜热了第3遍时，孟鹤书带着宝儿回来了。我看见宝儿要送我的那只银簪插在了玉遮姑娘鬓边。孟鹤书见我目光落在那簪子上，才猛地想起来今日是我生辰。他忙解释，因为玉遮姑娘心情不好，他们才陪她在外头逛了1天。这簪子也是宝儿给玉遮姑娘带着玩的，不是要送给她。玉遮摸着宝儿的头：宝儿乖呀，把簪子送给阿娘，好不好？宝儿躲在玉遮身后，嘴一垮，嚎啕大哭。为什么要送给她？她戴这个又不如仙女姐姐好看。孟鹤书拉下脸，厉声训斥宝儿，玉遮却像个慈母护着孩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很坏又很多余的人。厨房的菜又冷了，我没有心思，也没胃口再热了。我给自己煮了1碗面，可能我哭糊涂了，才放多了盐。1碗咸得发苦的面，让我觉得这日子好难过。要把日子过好啊！啊，乔姐！下了船，春生拢起手，冲我大喊。我站在渡口，冲着他挥挥手。
我想数一数还剩多少钱够我落脚，才发现给春生的那2穗银，不知何时又被他放在竹筐下。船已经开了，我追不上，唉，只好以后还他了。我在青州的酒楼打听了3日，要么不缺人，要么将工钱一压再压。有一家倒是点了头，掌柜的说要试用看看，让我烧了3日的菜。也不知是哪家这么能吃，光蒸的饭都够孟家小半年吃的。我不敢大意，忙得脚打后脑勺。那小胡子掌柜的每次过来都微笑点头。我本以为过关了，谁知第3天，那掌柜翻脸不认人，将我和包袱往门外一丢。娘子手艺不行，客人吃了闹肚子，还要我们赔1大把银子呢。我再傻也知道被骗了。我没哭，擦了擦眼睛，捡起包袱拍了拍上头的灰。第5日，身上的钱见了底，我站在当铺门口要当簪子了，却有一个书生模样的少年唤住了我。娘子留步。我并不认识他。前几日我们书院的菜是娘子烧的吗？不是，前几日我给客云楼烧的，没给什么书院烧过。那就是了，是我们书院和客云楼订的。我想起来那掌柜的说，客人吃了闹了肚子，不安道。你们是吃坏了肚子？没人吃坏肚子。那书生笑道，是觉得娘子烧得好，后来又订了2日，那客云楼再没烧过这么好吃的菜。打听才知道，他们家掌柜的不厚道。所以呢，我们书院还缺个舍监，只是有些辛苦，除了烧饭还要洗衣，但是吃住都包，不知娘子愿不愿意。这是青州数得上名头的关鹤书院，依山傍水而建。我不大看得懂匾上龙飞凤舞的字，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深意，只觉得这校舍后头的荒地垦出2个菜园子不错，还能养几只鸡。先生们爱竹，所以书院多竹林。我想着也不错，嫩竹笋炖咸肉汤，老竹子劈了做扁豆架子。我喜欢种豆种瓜，可孟鹤书不喜欢。他说院中要种梅花，冬日赏梅最是风雅。我欢欢喜喜为他移栽了1园的红梅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玉遮姑娘也喜欢梅花。见我不语，那书生小心问，娘子可有什么顾虑？是这月钱，这里能给我种菜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点了点头。那行。书院附近住着几户人家，那日找我的书生叫许长。许长叮嘱我，书院的人都和气，几家住户也都好说话，唯独不要跟赖皮狗扯上关系。赖皮狗？许长恨恨道，就是阿虎，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畜生。我听旁人说过，阿虎是个10岁的孩子，爹另娶，娘改嫁，剩他一个人，没人要。没有孩子愿意跟阿虎玩，都说他满嘴谎话，手脚还不干净，偷鸡摸狗。而且他力气大，喜欢打人，谁得罪他，他就半夜推人家的丝瓜架子，开人家鸡笼子请黄鼠狼的客。孩子们讨厌他就算了，照理说20岁的许长不会跟10岁的阿虎结仇，偏偏前年阿虎设陷阱抓野兔子，害得许长摔断腿，误了考。偏偏考题是许长最擅长的史论，从此许长就恨上了他。许长要揍他，阿虎就往地上一躺，俨然一个小泼皮。打人啦，打人啦，大人打小孩啦，先生打好人啦。许长咽不下这口气，便买了糖给附近的孩子，让他们揍阿虎一顿。阿虎挨了揍，如赖皮狗一样在泥里打滚。嘻嘻，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没脸没皮，书院没人治得住他。许长彻底没辙了，只好自认倒霉。谁知我没惹他，倒是阿虎惹上了我。他偷了我的芦花鸡，在后山烤了吃。鸡腿太烫，掉在地上，他也不嫌脏，拍了拍外头的土，塞到嘴里。吞咽时扯到伤口，疼得他吸一口气，却不妨碍狼吞虎咽。他吃得专注，并没发现我站在他身后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芦花鸡这么烧不好吃的。阿虎吓得一个哆嗦，呛到了，拼命的咳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芦花鸡要菌子炖汤，要么炒了做面浇头。2碗鸡汤，他1碗我1碗，只是他的那碗放了2条鸡腿，就像从前给板儿和孟鹤书做鸡汤，他们父子1人1个鸡腿。阿虎将信将疑看着我，又架不住那鸡汤太香，鸡腿太肥。
你想干嘛？我想跟你说，芦花鸡适合煲汤，汤里有毒。你以为我不敢吃？阿虎视死如归地捧着碗，我看他第一口就瞪大了眼睛，他吃得狼狈，我怀疑他几乎要将舌头也吞下去。我忍不住感慨，怪不得人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。第3碗鸡汤下肚，阿虎连眼神都清澈了。以后肚子饿不要偷东西，可以过来吃饭。他用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袖口擦了擦嘴，还想说点什么，一抬眼看见许常进门，一句谢谢也没说，放下碗就跑了。许常对着他背影啐了一口，娘子可别心软，那是个养不熟的小白眼狼。倒不是心软，我只是觉得一个爱惜粮食的孩子不会坏到哪里去。可第2日，我搭在校舍后头的扁豆架子就倒了。许常领着一群人过来做见证，阿虎手足无措地站在倒了的扁豆架子旁边。不等我开口，阿虎狠狠地推了许常一个跟头，慌忙跑了。这小畜生，娘子对他这么好，他反倒来霍霍院子。我想了想，昨晚刮了一夜的风，又下了很大的雨，兴许是我没架好。晚上院子外蹲了个鬼鬼祟祟的影子，我热了热昨日的鸡汤，香味飘出来，那影子就蹲不住了。架子不是我推的，我昨晚听了风声就想，你的架子会不会被风吹倒，专门跑过来看的。说出来就好，为什么要跑呢？阿虎低着头，声音竟然带了哭腔。我不想跑，可我怕你开口不是问我，是先骂我。那以后遇到事情，我先问你，好不好？阿虎不吭声，他把那碗整个捧起来喝，碗挡住了脸，迟迟不肯放下来。我就笑他，芦花鸡拌着眼泪也不好吃的，会咸。一转眼已经是夏日，后院蝉鸣郁静，满院凉阴。先生们游学，出了远门。今日得闲，我将学生们的衣服和床褥拆了晒洗。不读书，我脑子笨。阿虎帮我夯实晾衣架子，一个劲摇头，而且书院的人都讨厌我，我也讨厌他们。阿虎10岁，比板儿大3岁，板儿已经会背千字文，还会算几笔小账了。阿虎却什么也不懂，大字也不识几个。我想着攒半年钱，给阿虎找个学上。你不识字，又没有吃饭的本事，将来别人欺负你怎么办？别人欺负我，我就找阿娘撑腰。那时候娘都老了，你怎么办？这话问得阿虎难过起来，他紧紧抓着我的袖子。阿娘不老，永远不许老。好好好，阿娘不老，阿娘一直陪着你。我蹲下身子为他擦去眼泪，却听见身后有人唤我，声音竟然带着不可置信的狂喜。阿乔。风将满院子的衣服吹得蓬起，如水上的帆，影影绰绰。我站起身，看见孟鹤书牵着板站在帆后，恍若隔岸。是阿乔吗？想来是照料孕妇辛苦，孟鹤书瘦了很多。他不敢上前，怔怔地看着我，竟然红了眼圈。是板挣开他的手，唤着阿娘，要像往常一样扑进我怀里撒娇，却被阿虎狠狠推了一个跟头。阿虎警惕地抱着我的手臂，如护食的小老虎。你是谁？凭什么喊我娘叫阿娘？孟鹤书一惊，可是瞧见阿虎比板还高，便消了一半的疑虑。我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以为孟鹤书这一路风尘仆仆是专门来找我的。我忽然想明白了，踮起脚往他身后看了看。你来这里是因为那位玉遮姑娘也来了吗？见我这般小心问他，孟鹤书满眼苦涩。不是我小心，从前和孟鹤书在一起时，我也曾自作多情过。我以为孟鹤书对我是一见钟情，才会在客人说我菜里有毒时英雄救美。我以为孟鹤书生性温吞慢热，7年前他喝醉了才说想娶我，是借酒壮胆，并不知道那日玉遮姑娘也吃了我做的菜，她关心则乱，并不知道那日孟鹤书是借酒浇愁，说娶我是因为吃了玉遮和陆燕的醋。所以我才会在新婚夜，玉遮姑娘生病找他时，插着腰饰宠生娇。孟鹤书你要去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他不可能不去，就像我也不可能不理他。我骂了他一整日，可第2日送去医馆的白米饭底下，还是给他藏了个鸡腿。我要他吃完一顿没滋味的白米饭，才吃道菜。我又自作多情了。那晚饭孟鹤书一下也没动，因为玉遮姑娘病了，他担心得吃不下饭。他没有来，
我是来找你的。孟鹤叔哑了嗓子，阿乔，不要生气了，跟我回家吧。专门来找我的？我想了想，觉得自己不能再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我为难地笑了笑，声音发苦。鹤叔，我回去了，玉哲姑娘要怎么办啊？以后只有你我和板儿，我们3个过日子，不会有她了。我发誓再也不会了。我不敢信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渡口春雨上滂沱。如今3月过，轻舟下树已蓊郁。原来要一整个春日，他才发现我不在身边。可惜年年有春日，每年春雨都会提醒我，我曾被人忘在那场大雨里。见我疏离，孟鹤叔急切地要去拉我的手。他说不是我想的这样。我3日没回家，他疯了一样打听我的下落。那位叫阿乔的娘子我见过，还跟我买鱼来着。那船夫叼了根苇草，往北一指，说了个和青州南辕北辙的地儿。那位娘子去了宿城。孟鹤叔带着板儿匆匆北上，在宿城转了个大弯，找了2个月，能找到青州，还是听见酒楼里的书生说，自己书院前些日子来了个厨娘，手艺好得不得了，害得他离开了关河书院，什么也吃不惯，最惦记的是书院的饭菜。你不见了，又听说你受了欺负，我又急又气，心里疼得难受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在意。我走了，他才后知后觉地看清自己的心。可我已经不敢信了。鹤叔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走吗？因为玉遮，不对，因为我和板儿害你伤心了。我摇摇头。我去买刀鱼那天下了很大的雨，别家娘子都有相公来接，只有我没有。我其实也没有很委屈，我甚至想，如果这场雨很快停了，我还是会原谅你。可惜雨下了很久没停，可惜差一点我又要原谅你了。我站在人家船上挡着船夫开船，人家想赶我，又见雨大，所以不忍心。我才发现朝夕相处7年的感情，竟然比不上陌生人的恻隐之心。我好容易才说服自己别再骗自己，7年夫妻，你其实不曾爱过我。这3个月来曾让我辗转难眠，哭湿枕头的事，现在提起，陌生的仿佛是别人的事。我看着他，将手从他手中一点点抽回。后来我来青州，也被人为难，也受了欺负，可再难我也没想过要回去，更没想过要回到你身边。鹤叔，我不想再吃一碗眼泪伴着的长寿面了。阿娘，你不要板儿了吗？板儿泪眼汪汪看着我，一把把抹着眼泪。阿虎听出来板儿是我亲生孩子，不再动手推他，只虎视眈眈。板儿擦了眼泪，指着心口，阿娘，你不要板儿，板儿这里痛痛。见我皱眉，阿虎忽然往地上一躺，捂着心口不住地打滚。阿娘，阿虎头也好痛痛。我忙去探阿虎的额头，阿虎冲着板儿做了个鬼脸。板儿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比他还高一头的哥哥，竟然比他还无赖。阿乔，不要生气了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摇摇头，拉着阿虎回了屋。不用了，这里就是我给自己的家。孟鹤叔才发现院子里架起了扁豆架子，紫色的豆荚垂在绿莹莹的叶间，窗下晒着笋干和豆腐，几只胖胖的芦花鸡啄菜地的虫子，还有阿虎抱来看门的一只小黄狗，正趴在鸡笼后打瞌睡。我从前和他说过的，我想在院子里种瓜种菜，可是他喜欢玉遮姑娘，爱屋及乌，喜欢他爱的梅花。院里有梅花，难容豆与瓜。回去我们也这样收拾家里，不会比这里差的。为什么要再收拾呢？现在这样就很好了。孟鹤叔见劝不动我，也寻了个地儿住了下来。阿乔，我会改，你看着我改好不好？板儿恨恨瞪了阿虎一眼。你等着，小偷。第2日中午，阿虎鼻青脸肿地回来了。我问他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，我追兔子摔了个跟头。阿娘不喜欢说谎的孩子。板儿和阿虎打了架，知道板儿是我亲生的，阿虎就不敢再还手了。为什么不还手？我怕打了弟弟，阿娘就不要我了。你打他，我不会不要你。我为阿虎擦着伤药，心疼这个患得患失的孩子，可你如果打不过他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可是他说阿娘把他怀在肚子里9个月，阿娘当然更喜欢他。我叹了口气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第3日，鼻青脸肿的板儿拉着孟鹤叔上门告状。娘，阿虎打我。阿虎打你的板儿？
阿虎得意地抬起下巴，我也是阿娘的孩子，阿娘都跟我说了，你是她怀在肚子的，可我是她怀在心里的。板儿怔怔地看着他，如雷击顶，你骗人，阿娘不会这么说，阿娘心里也怀着我。你真笨，一颗心就那么小，阿虎一个就占满了，没有你孟伯的地儿。阿虎2句话说的孟伯怔住了。我娘还说了，以后谁欺负我，我就打回去，有阿娘给我撑腰。嘻嘻，让我看看是哪个可怜蛋没有阿娘撑腰呀？哦，是孟伯呀。板儿哪里说得过阿虎，急得嚎啕大哭。阿虎开心，饭都吃了3碗。阿娘，孟伯要念书，阿虎也要念书，不会比他差的。他抱着碗想了想，阿娘，我念书就要有大名了，我都想好了，就跟阿娘姓，叫巧虎。阿虎和板儿的梁子算彻底结下了。令我诧异的是，阿虎和许常这些书院的人关系缓和了许多。我竟然看到关鹤书院的学子们蹲在树荫里给阿虎开蒙讲字。那2个外地来的贼想把娘子拐回去，娘子要是走了，以后只能吃糠咽菜了，而且也没有干干净净和香香软软的衣服被子了。许常如临大敌地拍了拍阿虎的肩膀，我自己备考都没这么认真。阿虎，你要争气啊！孟鹤书租了一处农舍，他那双写字开方的手并不善事农桑，于是草生豆苗稀，连板儿的脸都瘦了下去。无奈之下重操旧业，前院改成了医馆。剩下的天像孩子的脸，时晴时雨，满院亮了药草。孟鹤书瞧着天色不对，朝里屋喊一句：阿乔，要下雨了，得收药了。屋子里空空的，孟鹤书怔住，忽然自嘲地笑了。我都忘了，阿乔早不在这了。跟鲍鱼抢药，他收拾得狼狈，却看见屋外一个撑伞的女子。阿乔，那声音哽咽，满是委屈。孟家哥哥，是我。玉遮来了青州，因为陆燕在庄子上养了个娇妾，前些日子也不是去京城，是去城外庄子上哄她。陆家上下将她瞒得滴水不漏，我实在害怕陆家会想去母瘤子。玉遮抬起一双含泪眸子，我能住在孟家哥哥这里吗？不知为何，玉遮的话孟鹤书没听进去。他看着外头的雨，想到的是不知道阿乔出门带没带伞。上次他出门买鱼也是被困在这场雨中，所以孟鹤书淋着雨抱着伞到书院时，就看见我正和书院先生共撑一把伞，站在廊下道别。那先生温声向我道谢，说这雨实在是大，还好娘子未卜先知，带了伞。阿乔，我回过头，看见孟鹤书淋雨站在院中，那把伞如水中浮木，被他紧紧抱在怀里。你来做什么？大雨滂沱，他狼狈得有些可怜，可是眼睛充满希冀，却是亮的。下了很大的雨，生怕你淋着。我摇摇头，以后我都会记得带伞，不用再给我送了。我见他的眼睛好像被大雨浇灭，一瞬暗淡下去。我叹了口气，别淋雨了，会生病。他又如得了糖的孩子，霎时间狂喜。阿乔，你还是担心我，对不对？我不知如何回他，转身走进雨幕里。孟鹤书淋了一场大雨，回去就病了。板儿哭得快要呕出来，求我回去看看。我回去时，却看见玉遮姑娘挺着肚子坐在床边，担心得快哭出来。孟鹤书烧得糊涂，只低声说：对不起。玉遮姑娘坐在床边，敌视着我。孟家哥哥这么好的人，你怎么舍得让他淋雨？这里有我，孟家哥哥不需要你。既然有人在，应该不会死在这里，没人知道。我将粥放下，转身要走。孟鹤书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自身后将我紧紧抱在怀里。他身子烧得滚烫，落在我颈上的泪却冰凉。他手臂收得紧，口中却是低声下气的哀求：阿乔，你别走，你陪着我好不好？我只要你陪着我，我不要别人。本来我都赶他走了，可我病得糊涂，他又来了。我不要他，我只要我的阿乔。玉遮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眼泪滚落下来。孟家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你不管玉遮了？孟鹤书没有看他一眼。一旁板儿接了话：玉遮阿姨，我爹已经写了书信给陆家，
陆家说明日会来接你。玉遮猛地站起，哭道：我不回去，我不要回去。陆家有那个贱人横在我和陆燕中间。陆家向着他，他会抢走我的孩子，抢走我的陆郎。这话说完，他自己也愣住了。可我和孟家哥哥不一样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孟家哥哥也说过以后要娶我，那是从前并不懂事，以后不要往来了，更不要叫我孟家哥哥了。孟鹤书字字都要与他撇清关系，难道6岁的话还要当真吗？玉遮站在那里，脸上写满了难堪和尴尬。他看了我许久，终于想到了孟鹤书这些年的意难平。那我和陆燕和离，孟鹤书，从前是我识人不清，不知道你的好，以后我们2个。孟鹤书冷冷看着他。玉遮姑娘自重，孟鹤书此生唯有阿乔一个妻子。他涨红了脸，难看的说不出一个字。外头大雨倾盆，他哭着跑出门去。孟鹤书急得去拉我的手。阿乔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心了，那是你和他之间的事了结，与我无关。他与玉遮姑娘撇清关系，是他要给自己的人生一个迟来的交代。他是孟鹤书，不可能一辈子做谁的孟家哥哥，一辈子做谁的第2选。他走出这一步，戒断了要引一样的劣性关系，是他本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，如今改了，不值得我为此感动。回去时，阿虎并不明白，小心拉了拉我的衣摆。阿娘还在生孟叔叔的气吗？我蹲下身子，摸了摸阿虎的头。阿娘不生气，可是阿虎要记住，如果你为一个人伤心太多，春菜不等米，夏瓜也不等米，好吃的东西错过了时令，太可惜了。不过瓜果还好，明年还能买来尝鲜，只是人错过了，就无法回头了。阿虎后怕地往我身边靠了靠。永远吃不上好东西，阿虎不要做这样的人。上到夫子，下到学子，关鹤书院的人说孟大夫警惕着阿乔娘子身边所有人。许长翻了个白眼，说他自己丢了宝贝，看谁都像贼。再说了，谁会不喜欢阿乔娘子？她性子柔，好说话，又做得一手好菜，谁赊欠了缝补浆洗的钱，她也不往心里去。见孟鹤书患得患失，我只觉得好笑，并不是谁都像他们一样，自己人生过得一塌糊涂，才总把旁人当作第2选。入判考结束，板儿志得意满。晚上，阿虎如一只斗败的公鸡，扫眉搭眼地回来。2人站在门口，倒是显得阿虎比他还无端矮下去半头。板儿拿了好成绩，骄傲地抬起下巴，等着我夸他。阿娘，我考了第1。夫子不住地夸我呢。阿虎都快哭出来了。娘，阿虎没用，没有考上。那今天中午有好好吃饭吗？阿虎哽咽，有是有，可是今天心情不好，只吃了2个鸡腿。我摸了摸阿虎的头，那就够了，快把眼泪擦了来吃饭。板儿错愕地看着我。阿娘，你疯了？我比他好，我比他聪明，连夫子都夸我。板儿，爱不是这样的，爱不是比较和权衡，爱是不容比较和权衡。我自知不比玉遮姑娘好看，也清楚我不比她会哄人开心。板儿，我没有要你一定撒谎，违心说那银簪戴在我头上就是比玉遮姑娘好看，是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拿我和她比。阿虎念不来书，道士夫子说阿虎力气大又生的魁梧，可以习武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不错，将来习武当个镖师可以养活自己，或者沙场上去挣个功名，也算大展抱负。可是要习武就不能留在关鹤书院了，要去速成。我收拾了行李，拿了关鹤书院山长为我写的荐信。山长笑道：昔有孟母，今有乔母。阿虎哭着跪在地上给我磕了3个响头。阿娘对我有再造之恩，如果不是阿娘，阿虎已经烂在泥里了。启程这日，暮秋的鱼恼人，淅淅沥沥地下。那船夫在岸边，嗓子脆声。去速成的还有吗？孟鹤书是最后一个知道我要走的人。他带着板儿匆匆赶来渡口，可那船仿佛有意捉弄他。书院众人与我道别时，那船不肯走，偏偏在他来时轻巧地离岸。一水之隔，却远如天堑不可渡。他没有赶上，只远远地唤我。阿乔，我并不知有什么好与他们交代，正为难。
偏偏那船夫看出了我犹疑，于是将遮雨的草帽抬起，是一张熟脸。阿乔娘子，上了船就不看来时路，只问去途了。我听懂了这话的深意，释然一笑，便问他，我和这孩子2两银子可够到速成？娘子说笑了，到速成还有的剩呢。孟鹤书番外，第一次见阿乔是在酒楼里，那客人无赖抓着他不许走，硬说自己吃了这菜浑身不舒服，要他陪自己喝一壶酒才肯放他走。掌柜的也不向着他，把他往外推，喝点酒就能平的事，你哭什么？玉遮也吃了他做的菜，我很担心，我替那个无赖客人银针试了毒，又好了脉。那客人不认，我便低声威胁，如今没事，可我这针再偏1寸就不好说了。再加上陆燕不动声色地擦了擦佩刀，那客人识相，悻悻地跑了。没事了，姑娘。陆燕对躲在桌下的阿乔伸出手，别怕。玉遮拍着手，崇拜地看着陆燕。陆燕哥哥好厉害啊，一下就把他吓跑了。我心里一苦，从来都是这样，不论我做了什么，在玉遮眼里，陆燕才是大英雄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可陆燕从来都是人群中最出色的那个。武艺、学识我都不如他，所以玉遮的眼神从来不会落在我身上。唯独医术是家学，陆燕比不过我。可阿乔没有看陆燕，泪眼朦胧地偏过头看我。谢谢你，这是第一次有陆燕在场，我还能被人看见。从那以后，我和阿乔就认识了。不管我做了什么，玉遮眼中只有陆燕，可不需要我做什么，阿乔的眼里都只有我。所以我失意落魄时，总喜欢去找阿乔。可是阿乔不知道我喜欢玉遮，他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他的。在阿乔这里，若有好吃的，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伤心了。心情不好呀，那就梨花白配上小黄鱼好不好呀？柔滑的梨花白入喉，我不忍心再骗他。我来找他，是因为玉遮要嫁给陆燕，我心里难过。阿乔，每次我都在难过的时候才来找你，你会不会讨厌这样的我？阿乔脆生生咬下那小鱼干，理所当然地摇头。你难过的时候能想起我，说明你很依赖我呀。我一直都是孤零零一个人，从来没人找我说话，你能来，我特别开心。而且有你孟神医在，他们都不敢欺负我了。那一刻听见阿乔对我的依赖，我心里竟然悸动。也许是那梨花白太烈，也许是那晚的月色太好，也许是为了和玉遮赌气，也许是那一刻真的为他心动。我脱口而出，那你要不要嫁给我？月色照见阿乔霎时间绯红的脸，他惊得连嘴里鱼干都忘了咬断，就慌忙点了头。后来洞房夜阿乔和我说，他本来还想矜持地说让他考虑看看，可怕我伤心，就立马点了头。那晚烛火盈盈，他顶着凤冠，笑盈盈地望着我。从前酒店掌柜的就说要不要留下我，他得考虑看看。他考虑了3天，我就难受了3天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生怕他不要我。考虑会让人难受，阿乔不想你难受呀。阿乔是把整颗心都捧给了我的，可我不是。他想在家中院里种菜种瓜，我想在家中留一点玉遮的回忆。玉遮最爱傲雪的梅花，我想种些在书房外头，一来抬眼就能看见，二来往后玉遮来家做客，也能知道我的心里始终有她。阿乔不知道，听我说要种花，他一怔却忙笑道，梅花好，梅花也好，可以摘了泡茶。他欢欢喜喜去挑红梅，旁人问他怎么不买瓜苗买梅花了，阿乔就笑，满眼骄傲，当然是我相公要跟我一起赏梅看雪了。他那时怀了板，还挺着肚子，宝贝地盯着人栽好，生怕磕碰那梅树。见他欢喜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残忍。不知道谁告诉了他，玉遮姑娘最喜欢梅花。我回到家时，她坐在书房外等了很久，她不哭也不闹，只哀求地看着我，是你喜欢，对不对？我不善撒谎，沉默割痛了她。她没有找人移走那些梅花，只是再也不去我书房了。板儿这孩子淘气，生产时胎位不正，阿乔痛了1天1夜才生下来。有了板儿，这些年我们的关系又和缓了许多。可玉遮来了，陆燕让她受了委屈。我忙着哄玉遮，并没有看见阿乔一点点暗淡下去的眼睛。
也并不知道他向来挑嘴，要如何咽下那碗眼泪伴着的长寿面。那晚玉遮说馋刀鱼了，我和阿乔说是自己想吃。阿乔出门那天早晨，天气阴阴沉沉的，像是酝酿着一场雨。当雨下的瓢泼，我犹豫要不要为他送一把伞。算了，大雨总不长久，也许很快就会停，他再等一等就好。可等到板哭闹着说饿肚子，等到天黑，阿乔也没有回来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板吵着要阿娘，我也快急疯了。上街打听，见过他的人都说，阿乔娘子那天挎着小篮，还是带着那只斗鱼簪子，不像要出远门的样子。你和阿乔娘子吵架了？这么好的娘子，孟大夫可要好好哄。直到第7天，有个船夫说见过他，往速成去了。我不知道阿乔为何要去速成，也不知道那船夫为何要骗我。速成酒楼里，游子们提起书院来了个娘子，烧得一手好菜。说来也是个可怜人，那娘子被人欺负了，也没人帮她，一个人坐在门口哭呢。要不是许长君找到了，都准备当簪子了。听到她被人欺负了，我心里难受得发紧。这种心疼的感觉和玉遮哭着找我那天完全不同。赶到观鹤书院时，有个身影在院中晒衣服，风将满院子的衣服吹得蓬起，如水上的帆，影影绰绰。失而复得的狂喜竟然让我哽咽。看见我，阿乔先是一愣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小心往我身后看了看。你来这里是因为那位玉遮姑娘也来了吗？我不能怪她防备，说我伤她太深，以后都不会有了，只有我们3个。可她不要我，也不要板了。如今想想，要怪这7年里，我从未想过为阿乔挡雨，她才学会了自己撑伞。毕竟这样患得患失的感情太煎熬人，哪怕在春日艳阳里，也要提防着一场随时会来的暴雨。她要走的消息告诉了所有人，唯独漏了我和板儿。又一次我晚了一步，没能抓住她的衣袖。我会和板儿去速成找你，我会竭力补偿你。秋雨淅淅，人影渺渺，这悔意迟来了7年，不知他能否听见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